清早，大家各自忙各自的。江斌跟着阿诺和阮成一起，接着检查机器。阮成负责记录要购买的配件，而林浩则带着吴教授还有李家父子阿和再度来到了小镇，上了直升机。直升机上，吴教授还是拿着地图在细看，飞到所在区域的上空。老吴拿着铅笔，不时在地图上标注一下。吴叔，这能看到什么？根据地貌、树木的分配来寻找古河床的走向。金子是因为地质活动导致的释放，而这块几乎全是沙金，那就说明这是随着河流运移和沉积的。找到古河床，很有可能就能找到金脉。李刚一怔，一指脚下的大地。这么说，不是每块地都有黄金的？呵呵，当然不是。要是的话，谁都能来淘金了，也就没有亏本一说。这么好的一块地，也就轮不到阿浩买下了。吴教授说着，一指前面的一块区域，对林浩道：“让直升机再下降一点，那里好像是个古淘金区。”克朗戴克自从1890年发现有金子之后，大部分土地已经被淘过了。他们现在要寻找的，第一个选择肯定是没有淘过的空白区域，其二因当时的淘金设备有限，更深层次的泥土是没办法的，所以这也是林浩他们要寻找的。金子一般伴随着砾石层，而砾石层是因为古河流冲刷而成，所以一般金脉是呈带状分布的。把整个区域转了一遍，已经是中午时分，几人下机坐车，再度回到了基地。饭后，吴兴在图上勾勒了一下，对着林浩道：“让阿诺一起带着淘洗盆。对了，问一下小江，能不能先弄一台挖机出来？”林浩跑到设备停放处，只见江斌半截身子都钻进了一台卡车底下，阮成则在外边给他递工具。斌哥，挖机有能用的吗？江斌听出是林浩的声音，从卡车底钻出来，指着不远处右边那台挖机。凑合着能用，先开去吧。林浩又让阿诺带上淘洗盆，开着挖机跟着一起。吴兴把图塞进自己随身带的公文包里，当先迈步往南走去。别看他已经50多岁了，但脚程一点不慢。他们先到了之前乔伊选定的淘洗区域，对着阿诺道：“挖一块覆盖层。”阿诺操作着挖掘机，开始移除覆盖层。所谓的覆盖层，是因为地质变化，古河床因为滑坡而被掩埋，这种情况就要人为的将埋在上面的泥土给清除了。埋的有浅有深，有的可能2-3米就能挖到砾石层，但有的地方甚至要移除10多米，甚至是几十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要衡量成本，有没有开采的价值。阿诺花了近半个小时才打开一个缺口，这里的覆盖层大概有个5米左右，当然也是因为土层还结着冻，挖掘机操作难度加大有关。吴兴亲自拿着淘洗盆装了一点土料，就在旁边的水池子里清洗出来，大概2-3分钟。他一指淘金盆对林浩道：“看吧，这里是有金子的。”林浩留神细看，发现盆底有几个星星点点，极小的黄色颗粒。你问问阿诺，这里黄金的比例，我感觉不会太理想。林浩问了阿诺，没一会便得到了答案。直胆的筛选机1小时能跑约200码的土料，2小时能得1盎司左右的黄金。吴兴在心中默算了一下，这个产出在国内还是能干的，但在这边人员成本和设备成本都要远远高于国内。就算之前那个叫乔伊的有钱赚，那也是稍有盈利，经不起折腾。一旦设备故障还是什么的，估计他就要抓瞎了。林浩竖了一个大拇指，乔伊就是因为产金不理想，再加上这2年设备频繁的故障，经常停工，才搞得钱没赚到不说，人也身心俱疲。吴兴笑了笑，3两步上了一个土坡，往西看了一会，又掏出地图对比了一下。阿浩，咱往西300米看看，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在很久之前那里是个河湾，河湾一般狭窄，流水很急，所以河湾下游相对平坦的地方，就能很好的截留黄金。吴兴说着，当先迈步前行。林浩心中暗叹，这钱花得太值了，心中也越发的感激李明辉，要不是他，自己也找不到吴兴这样的大拿。别小看这些分析，这是对地质的了解以及经验的积累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如果没有老吴，那自己只能请专业的勘探队到处打洞，先不说成本有多高，其探测的结果说不定还没有吴兴分析的准确。林浩紧随其后，又对着阿诺招了招手，对方开着挖掘机紧随其后。阿浩，我标注了4块区域，离得都不远，如果测试的还不错，那么这4块区域至少够你开采10个月的。吴兴又看了一眼天气，接着道：“在这里平均每年也就5个月的时间能淘金，差不多能弄个2年吧。”林浩大概明白老吴的意思，这4块应该对他来讲比较容易判定的，也对得起自己给的工资。如果再要深入的探测，因为地貌不明细，估计也得动用设备了。吴叔，您觉得我这块区域能开采几年？吴兴一怔，沉吟了片刻才道：“如果含金量多的话，够你开采10年的了。”林浩微一点头。吴叔，你也别想咱俩是一锤子买卖，每年您要有时间就过来帮我看看，我聘您当我的顾问，每年我给你50万的顾问费，还有一定比例的提成，最多在这边待1个月就行。人才是无价的，林浩对于真正有本事的人从不吝啬，别说1个月50万，有时候老吴说不准随便指一块地，那就能值500万。老吴脚下一顿，看向林浩：“你认真的？”您这话说的，吴叔，您是我长辈，这是我能开玩笑吗？老吴想了想，点点头。阿浩，以后每年3到5月份我过来吧。这就对了，
我要有时间，咱俩就一起；我要没时间，也会安排人保护您的周全。见林浩如此重视自己，吴兴似乎也挺高兴，脚下的步伐都轻快了很多，指着不远处道：“为什么我判断这里会是个河湾？”林浩挠了挠头。为什么？林浩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发现这里周边的林木稍茂盛一些，但中间却没有林木，在两边还能看到风化的大石块。急湾被掩埋的过程很复杂，当泥土滑进急湾时，会先被冲到下游，形成一道堤坝，所以判定急湾的首要条件必然是上低下高。堤坝形成后，水依旧是流动的，会寻找其他的出水口，就会从侧边溢出，形成新的无数道小河流，直到这些小河流也被掩埋。所以通过观察地貌的蛛丝马迹，你就能判定了。好吧，说了等于没说，反正林浩是听懂了，但要他自己确认，还是两眼一抹黑。吴兴对着挖掘机招了招手，指着左边的一块区域。我估计覆盖层至少有个7、8米，挖吧。林浩让阿诺开干，这次耗时更久，足足耗费了近2个小时，因为底下的冻土冻得太结实，挖掘机的齿离都挖出冒火星子，还是没法打开冻土层。可以了。看到挖出的土层颜色变黑，而且伴随着大量的大小不等的鹅卵石，吴兴喊了停，拿出淘洗盆，从旁边盛了一些泥土，就找了个水池开始清洗。没一会，他面上浮现笑容，拿给林浩来看。怎么样？林浩看了一眼，依旧是星星点点的金沙，不过比之前那里要多得多。吴叔，咱这是找到最佳位置了呀。老吴倒没有那么乐观，还不能100%的确定。你问一下小江，能不能先架一台筛洗机出来，我们搞个几车土，批量测试一下。林浩应了一声，掏出对讲机，江斌很快给了回复。至少需要3天时间，还有个配件的买。天色将晚，今天的探测差不多结束了，3人回到了营地。